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我们判断一个人厉不厉害的一个方向是，这个人能不能够迅速的抓到重点，或者是推理出真正重要的重点。如果你身边有人总是搞错因果关系，总是抓不到重点，你会不会想要问他，你要一直这个样子吗？当然，就算是这样的人，透过训练、透过练习，也可以变得很能抓到重点，很能厘清因果关系。虽然不见得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，但你的逻辑绝对会比一个无头苍蝇来的强非常非常多，你的思考深度也会非常非常的深。这个训练叫做五问法，其实它是一种方法啦，但方法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嘛。在了解这个方法以前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相关性，什么又是因果关系。A 会发生 ，B 也会发生，这个叫做相关性。如果 A 发生会导致 B 发生，这就叫因果关系。比方说牛市的时候，股神特别多，每一个人都很有钱，这个是他们有相关性。但今天如果这个人他说他买到10块钱的阳明，而在200块卖掉，那就可以说他会有钱，是因为他卖了股票，在这中间有因果关系。人很容易因为看到两件事有类似的发展，就认为他们一定互相影响，互相有直接关系。这个是错的，不是每个投资的人都会变成有钱人。这种判断除了离真相更远之外，有心人还能够利用这点特性操弄舆论或者是带风向。所以我们要记住一点，看起来相关不代表有因果，有类似的发展不代表有关联。我们举一个低端一点的例子，它历久不衰。假设你是一个有名人物，在大选前你戴着一个红色口罩出现在某个候选人的主场，然后呢就被有心人说你是红的，场地主人也是红的，而且你以前的所有言论其实也是红的。慢慢的事情就越来越离谱了。那我们举高端一点的例子，比方说假设有一个图表表示酗酒的行为跟得癌症的几率呈现正相关，虽然两件事情看似有关联，却不能够因此定论酗酒行为直接导致癌症几率提高。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这种假借学术报告、假借研究、假借调查，用权威来包装移花接木概念的例子。酗酒的人有可能伴随心理压力，比方说职场压力太大啊，借酒浇愁啊，甚至他的职场文化就是要一直喝酒。这个也有可能影响到他的生活控制，比方说因为他常态要应酬，常态要喝酒，作息很混乱，而且呢他自己本身也不运动，或者他的饮食控制有问题，平常他除了酒还会摄取其他致癌的食品。综合这些考量因素，让这个被调查的样本身体容易出问题。我们单独把其中任何一项因素拿出来看，大多可能都跟罹癌或其他的病症发生几率呈现正相关。所以我们不能断定喝酒就是会导致罹癌的直接原因，我们不能断定单一因素就是直接原因。再比方说，之前比特币突然暴涨之后，被很多人注意到，很多人因为这样疯狂的进场，很多人因此发了财。这个时候，假设你还没有入场，那你现在要入场吗？大多数人入场不是因为认为虚拟货币具备真正的价值，甚至他根本不知道虚拟货币是什么，随便找一个交易所，找个人，找个什么方式，也跟着开个账户就进场了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东西，这样的人怎么敢进去跟人家疯一把呢？是因为投机心态使然。虚拟货币本身跟发财不具相关性，跟发财有相关性的或许是市场的炒作跟期待。又比方说姜母鸭跟羽绒衣的销量在冬季都会上升，夏季都会下降，它们有相似的发展，却不具因果关系。它们会同步上下，是因为季节。如果说通常它们的同步成长会同时发生，就是描述事实现象。描述姜母鸭卖得好的时候，羽绒衣也会卖得好，这个是描述已经发生可以验证的事实，看起来相关，但不能判定有因果。假设故事是这样，你要吃姜母鸭，你一定要穿羽绒衣前往，那么姜母鸭卖得好，羽绒衣也会卖得好，这个就有因果关系。假设在同一个故事里面，反过来买羽绒衣过冬的人不一定会吃姜母鸭，则羽绒衣销量上升不会直接导致姜母鸭卖得好，这中间就没有因果关系。这些例子都是很容易就能够做出来的判断，相信大家也更能理解相关性跟因果关系之间的差别了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假设我们总是抓不到因果关系，总是抓不到重点，逻辑很差的话，那我们其实就是停留在看见黑影就开炮的阶段，想的不能长远，做不到二阶思维，
其实只要多想一点，不需要多高深的技巧，思考的深度跟角度就可以完全不一样咯。这个方法就是一开始提到的五问法。透过五问法打破砂锅一再的追问，就可以帮我们找到事件背后可能的真正原因，增加我们思考的深度，也能够刻意控制，减少主观的影响。同时，除了明显导致事件发生的近因，还可能找到事件背后看似无关实则有关的远因。A 发生会导致 B 发生，就是阐述因果关系，而 A 事件直接导致 B 发生，那么 A 就是 B 的近因，而 A 会发生一定也有其他的原因，一直找下去就可以找到原因。这种探究因果的过程，就是透过一个又一个的事实近因，追溯到遥远的原因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我们可以透过连续追究5次为什么来找到深层的原因，而非停留在肤浅的思考。利用不断追问为什么来追究原因，向上游攀爬，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提问方式找到各式各样的原因。你要是喜欢5问、6问、7问，一直往上都没有关系。这样的探究可以让你的思考越来越远、越来越深。只要你喜欢，你就可以一直探究下去。那我们这里再提醒几个要点，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五问法用得很好。首先，提问的焦点跟用词要根据事实，目标也要放在搜集、分辨这些事实资讯。如果我们从主观解释来出发我们的提问，很可能得到没有参考价值的答案。再来注意提问说法会不会影响风向，你要检验你的说法是不是受到个人解释或情绪的干扰，也要去注意我们梳理的逻辑是不是稳固，是不是经得起挑战跟质疑。说到这个，我就想起来以前我的同事他主张同性恋就是影响生育率、让生育率下降的主因。我觉得这个逻辑实在是非常的堪忧啊！我为他这个人堪忧。这样的结论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？我是想不透啊。总之，我们要梳理逻辑是不是经得起挑战，要检验这个结论的产生有没有掺杂脆弱的结构，能不能够经得起挑战。什么是脆弱的结构呢？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在攻三小，你讲不出来的，这种就是脆弱的结构。假设你的推理结构很强，那你也要去检验它有没有被你的主观感受影响，整体是不是足够坚固有力，能不能够服务一开始的问题。真金不怕火炼，走跳不怕被骗。我们如果能够习惯根据事实和数据判断事情，甚至努力用数字来深入探讨原因，相信我们会比较不容易被误导、被带风向、被灌迷汤、被塞狼。当我们掌握的资讯越有效，越是事实，那么我们越能做出正确的推论，找到原因，厘清关系，抓住重点，产生有意义的见解，甚至找到源头那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。那么这期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。我是拜伦，记得3连订阅留言，我们下次见喽。